鬼节又称中元节、盂兰盆节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节日。它在佛教、道教和民间信仰中都有不同的庆祝方式。鬼节主要是为了祭祀已故的祖先和亡灵，以及安抚在冥界的孤魂野鬼。以下是鬼节的由来和详细内容。起源：鬼节的起源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祭祀习俗。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，起初是为了纪念佛教的一位重要人物目犍连尊者。据说目犍连尊者是佛陀的弟子，他的母亲在世时曾因不虔诚而堕入恶道。目犍连为了解救母亲的冤魂，向佛陀请愿，佛陀指示他在7月15这一天开办斋戒，为亡灵超度。目犍连按照佛陀的指示做了，其母亲脱离了苦难，从此这一天被称为鬼节。内容：鬼节通常在农历7月15这一天举行，因为农历7月被认为是阴气最重的月份，被称为鬼月。在这一天，人们会为亡灵祭拜和超度，以减轻亡者在阴间的痛苦，并为孤魂野鬼提供安慰和救度。庆祝活动通常包括以下内容：各地对于鬼节的庆祝方式和习俗可能有所不同。下面将进一步详细介绍鬼节在传统的南方和北方的庆祝方式。南方鬼节庆祝方式：在南方地区，鬼节通常被称为盂兰盆节，因此也称为盂兰盆会。南方的盂兰盆节持续时间相对较长，通常从农历7月初1开始，一直持续到农历7月15。整个节日期间，人们都会进行庆祝活动。开幕仪式：在盂兰盆节的第一天，通常会在寺庙或公共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幕仪式。仪式中，僧侣会进行祈祷和超度法会，为孤魂野鬼超度。盂兰盆灯会：整个节日期间，各地都会举行盂兰盆灯会，人们会点亮彩灯，摆放各种形状的灯笼，如莲花灯、船灯等。灯会场面热闹非凡，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。舞龙舞狮：在一些地方，盂兰盆节也会伴随着舞龙舞狮等传统表演，增加节日的喜庆氛围。送亡者回家：有些地区的民间信仰认为，在盂兰盆节这一天，民间的亡魂可以回家探亲，因此人们会在门前摆放水和果品，以供冥灵食用。祭拜祖先：家庭会在自家的祭坛或坟墓前摆放贡品，祭拜祖先和逝去的亲人。这包括燃香、烧纸钱和祈祷，以表达对祖先的尊敬和思念之情。北方鬼节庆祝方式：在北方地区，鬼节通常被称为中元节或鬼节，主要庆祝方式如下：表演冥戏：在北方，鬼节期间会有专门的戏曲表演，称为冥戏。这些戏曲通常是关于冥界和孤魂野鬼的故事，人们通过表演来超度亡灵。舞狮和龙灯：在一些地方，人们也会举行舞狮和龙灯等表演，以庆祝节日，并祈求平安吉祥。打炮放焰火：在北方一些地区，人们会在鬼节期间放鞭炮和焰火，相信这样可以驱散邪灵，保佑家庭平安。送亡者回家：类似南方，北方人们也会在鬼节期间为亡魂准备水和食物，让他们回家探亲。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，鬼节都是一个重要的节日，人们通过祭祀和超度来表达对逝去亲人的怀念和尊重，同时也希望借此节日祈求亲人在冥界得到平安和幸福。然而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，鬼节的庆祝方式和习俗可能在不同地区有所减少或改变，但其核心价值和纪念意义仍然被珍视和传承。